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英山，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支持美田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国的三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在整个来讲的话，7月25号，那礼拜六，那越来越近了 ，OK？那蓝营发起的要上街头，要去讨公道，所有这些未来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当然你也看到，包括今天，今天行政院召开审案法要修法，因为卓奎呢上礼拜除了道歉以外，那同时也说该修法、该做所有这些全部都要往下做。好，那今天行政院召开审案会议，但是在这那是下午的事儿。上午的时候呢，蓝营那包括卢秀燕啦、蒋万安呢，卢秀燕市长就召集了县市的国际审案会议，而这个会议呢，说大概有15-16个县市参加。那当然包括你说蒋万呢，蒋万他们也有邀，包括陈其迈说大家要不要一起上街头？你可以想象陈其迈会怎么回？上街头？那为什么不干脆就是参加审案会议？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大家各自在交锋嘛？为什么蒋万最近很喜欢提高雄，甚至还要打电话给陈其迈，那说要不要上街头呢？所有这一切到底未来是怎么样一个想象空间的？我一开始让你先看一下。今天包括府方也有回应，那说要开线上所有这些会议，那要不要把所有稽查结果也让他知道一下？那包括蒋万，包括陈其迈是怎么样回应这些事的？来，食安问题是不分蓝绿的，蓝营的执政县市一起开会，那也不妨请各县市能够在这个时候对国人公布近几年来稽查的相关成果。昨天我也特别致电陈其迈市长，来邀请他7月25号。能够上凯道以地方父母官的立场来表达对于食安的重视。行政院有一个食安的会议，那也邀请6都的市长所以我就跟蒋市长建议说，中央地方应该要通力的合作，互相的区域联防互补，来落实食安。那与其这个大家。马上就跳到说大概这个谁是谁的责任怎么样这种政治处理，我觉得是大可不必。来，医生，是你看的7月25，时间很快就是礼拜六了哦。但是在这个以前看到，包括行政要开审案会议，要修法嘛。但是上午的时候，那卢秀燕市长就先召集线上国事会议 ，OK， 大家一起来，然后包括蒋万安就要打电话给陈其迈，所有这些大家的食安摆在第一位是好事。但是背后都没有其他的想法吗？对蒋万安跟卢秀燕都等两个姐弟彼此在 PK PK 当然你可以说合作分工嘛，也可以是说你彼此在抢2028年谁要来选总统嘛。蒋万安说725我主办的我发起的这个东西，我邀请陈其迈来上街游行嘛。卢秀燕也说我要开15个县市的这个线上会议嘛。但是最后陈其迈一脸那个4两拨千斤直接说你们直接到行政院开会就好了，一次把问题都解决，一次把问题说清楚，一次透过行政院这个会议把大家意见汇整之后送到立法院修法，这不是我们事后检讨整个这一次食安风暴机制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处理的方式吗？干嘛一定要上街头嘛？那上街头表达民怨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不要变成选举造势，像你们小鸡一样变成什么接力绝食远端绝食，这些都出来了，到最后变成一场选举的作秀就不好了嘛，会变成政党的对立嘛。因为食安这一次的风暴当然最重要的责任是谁？当然是厂商嘛。如果要抗议，直接讲，这5家厂商：中联油脂、泰山企业、福茂油脂、福寿实业、南侨油脂的这5位董事长，先跟大家道歉这5位到现在为止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只看着你们中央地方彼此责怪来责怪去，到最后这些真正应该隐匿资讯的要负责的人，有没有跟所有的消费者道过歉？另外危机处理中央也有问题，这一次其实在危机处理中央政府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一个就是预防下架，
应该从严嘛。你不是定一个20%这个标准，你所谓的预防下架，不是说你这些产品有问题，预防性下架就是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全部先下架再说嘛。所以你预防性下架，你的标准要从严。另外就是上架的时机，现在消费者的信心回来了吗？725都还要游行，你现在消费者的信心回来才奇怪，你为什么现在就有说今天就说有些产品要先行上架了？所以这些时机都是未来中央政府你在做这些相关的 SOP 危机处理的时候，你要不要有一个食安指挥中心？而这些食安指挥中心应该由中央跟地方，不只是专家，而是要对所谓的民意有所掌握的县市长跟中央首长来一起来做决定嘛，而不是由这些所谓的科技官僚来去做这些相关的决定啊，这些都是未来修法的这些目的。当然啦。这个国民党这个725要做这个游行也不是不可以，就表达他们的民怨嘛。而这次的游行为什么是由蒋万安来发起？很简单，蒋万安我一早就说了，他叫做一逃杀3次啊。什么叫一逃？一逃不是桃子的逃啊，是逃避的逃啊。现在他在议会质询啊，所有的议员所知都被人家说成佛地魔啊。所以他要逃避这些议员的监督，尤其今天又发生了幼儿园的虐童事件，他为了逃避这些议员的监督，弄了一个相对来讲，台北市责任最轻的食安问题，来作为他一个标的嘛，也垫高他选总统的一个政治资本嘛。所以还是奉劝蒋万安市长、卢秀燕市长，不要脑袋里只有政治。回过头来，我今天非常感谢这2位市长都有到行政院开会了，解决台湾的食安问题，解决全民的食安问题，就是要坐下来把这个所谓的食安法修法整体的整理完之后，还要立法院里面蓝白占多数，你们要不要配合整个由蒋万安市长、卢秀燕市长都有参与的行政院食安会议结论的这个所谓的修法的版本，来送到立法院去审查 ？OK。所以2个，第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府方的发言人直接讲说要上街头，大家要去 OK？ 那蓝营执政的这些县市首长，那当然他们有特定指谁啦，就大家要不要把这些年来稽查的成果先跟国人报告一下？意思就是，也是刚才一善讲的，大家刻意在这方面要去点名说，譬如台中或哪些地方，你到底这几年有没有稽查？然后对比高雄是要这个样吗？刚府方发言人特别点名这个。第二个，刚一善直接用一逃杀3次，然后那个逃避了，他觉得蒋万安是在逃避市政所有一些质询，然后把利用这整个就是一个政治动作，政治到了胜或仰望2028，是这样吗？我先回应刚第2个问题真没有办法逃避市政质询的监督啊，没有办法。725就是这个礼拜而已嘛。那我们议会才开议，所以接下来整个会期蒋万安在市议会里面还是要接受不分党派的监督嘛包括我在内，我这几天也一直在索取资料，我们也一直在监督啊。之前625内湖的水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放弃监督，所以没有什么转移焦点。他当一天市长就要受1天的监督我觉得你把725让民众去讲出自己的怒气，变成说蒋万安要转移自己被监督的这个焦点，我觉得这2个是完全不搭嘎的啦再来讲到这一次的食安事件我坦白说，我们台湾的法律在食安的维护上有相当程度是规定在业者要自主自主检验、自主送验这一部分。为什么？因为食安这个部分真的很难靠公务员一场去查，一个月去查，而且大家可能误会了所谓的我们每次在查农药的残留，或是查这些有毒物质，并不是说你一个油丢一个机器，咚咚咚咚，它所有物质都会出来，不是，而是中央要定几项法定必查的这个项目，然后每一个项目都有不同的机器跟检验的这个方式，然后根据中央强制定的法定项目，然后必须要去验。那目前本评比是被列为业者自主强制要去验的，也就是尤其是3000万以上，像中联有这种大厂，它是每几个月就要定期去送验一次，它自主要去送验，然后要通报。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啦，3级防线都出现问题了。食安的3级防线，中央、地方还有业者嘛，其中食安当然业者要占最大部分的责任啦。不管是从这个原料制成、储存、输送等等的。在这中间里面，业者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外界根本不得而知。所以之前包括说制定吹哨者条款，就是希望说内部人他可以跳出来。但坦白说啦，吹哨条款立委不妨去调资料，
真正能拿到奖金的少之又少啊，要么就是金额非常少，然后拖了很多年，然后到最后他已经可能被报复失业了等等，所以导致说吹哨者条款这个制度其实没有发挥太大的功能。那这一次我们知道业者他就是第一个，他有没有自主送验自主送验的时候有没有送假的检品，然后有没有及时通报，这些都是出在业者的环节。那现在民进党一直说，卢秀燕有没有去稽查到这个中年油？我必须要说了哈，就是对于公务人员来说，他一定先去稽查小的。为什么要稽查小的？然后这个包括说他小的制度没有那么好的，大的比较会循规蹈矩。我们会认为说大的。它起码要有一定的这个品质的表证制成的保证，这个是合理的常态。因为小的这么多，然后地方一些各式各样的小型的油的工厂，其实台湾很多各式各样自油工厂，包括花生油啦，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油类的都有哈。那对于像不管台北以外的，尤其是像中南部有很多这种自油的这种小厂，我如果是公务员，我一定把很多心力花在这种小厂。像不管台北以外的，尤其是像中南部有很多这种自油的这种小厂，我如果是公务员，我一定把很多心力花在这种小厂，因为小厂还要省它的成本，你不知道它原料来源，你不知道它制成来源，你不知道它下游，所以一定是要把心力放在这里哦。那大部分人其实常常确实每一次出事，你都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是大厂？包括上一次的鼎新跟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就叫做灯下暗，就是我们对于大厂会期待说它有更高的自主能力自我查验能力也好，或自我的这个品质把关的能力。可是当大厂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花钱去买 GMP 的。可是淑慧，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为什么高雄跟台南会去查大厂？那相对台中的次数。所以第二个是，如果要查小厂，因为这两天大家一直在问台北到底有没有厂。因为蒋万安就说其实台北本来以为台北没有什么厂，但是台北也有厂，只是台北比较小厂。可是照你刚刚那样的，所以应该也有查，只是查的是小厂。可是查小厂应该也有资料。其实台中并不是刚刚一善哥说只有查一件他们自己有。台中新闻有发嘛？他们这5年来查了89次72件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不管是食品的工厂，或者是像这种加工厂，其实常常是卫福部他会专案连同地方卫生局去查。像我选区就很多30业者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是卫福部他会指定哪几家厂商，他可能是根据有民众的检举，他可能是根据之前曾经违规过的，他就把它列为重点对象，然后跟地方政府说，我就是要查这几个，然后我们联合去稽查。那实务上常常是这样，所以郑肇兴他也说了，就是几次的专案稽查，其实卫福部的名单里面都没有中联油，这也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家会先把它去看小厂，比较觉得小规模，比较需要去严格去注意。对于大厂，我们会觉得说你是大朋友，你是大人啦，你规模这么大，你应该要有企业的良心。蓝营会不会要求这5个厂的负责人要出来公开？因为绿营这2天一直有人包括昨天那个阿川在节目里面讲说，他点名这5个人要公开站出来道歉，然后他甚至直接讲说725，干脆蓝营就把这5个人请上来，然后一起对国人道歉。就绿营会质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抖内给蓝营，所以蓝营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些人道歉，会吗？我觉得对于说没有良心或是违规的业者，不是道歉可以了事，就是法律要严格办到的。好，你道不道歉都不影响我们法律办理。好，所以政治人物才会要求说你道歉，好，因为政治人物只有道歉，只有这个政治责任，只能做这个，对，只能做这个。可是对于业者，我觉得就法办，道不道歉都是法办。对，OK。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建议，所以这几件事情对蒋万安来讲，当这么大的动作，射了这么大一支穿云箭，然后所有这一些重视实案，他昨天在媒体上前面接受访问就告诉你说，因为保护人民是他的责任，他要做到这些事情，但是在易善刚的解读是觉得那个政治的动作，包括政治的野望，包括所有这些都在里头，你会怎么解读？其实应该是讲油的事情衍生到所谓的725，725的事情过程还有一些插曲上，比如说累积瘦身减重计划那几个人在那种太阳下这么多人去看他，包含蒋万安而言，他本来就是在操作一个政治。那我们讲到油本身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是一句话。
中央地方都予有责任在这件事情上面。那整个过程罪魁祸首就是中联，对不对？那中联这几家所谓集结他成为中联的这家厂商，那是不是应该针对这个事情来道歉？如果大家记得那个魏家在之前彰化的那个魏家，后来也道歉了，后来也去服刑了。那当然，现在衍生到这个油的问题，我只能讲有一件事情，中央地方予有责任。蒋万安现在把所有的事情，他不敢说他没责任，他也不愿意承认他有责任，所以唯独把事情淡化，就是推给中央。现在对蒋万安来讲，放大中央问题，缩小市政责任，是他现在目前在做的。那蒋万安现在，我应该是讲，对他来讲，这个政治危机如何解决，是他当前。你觉得现在对他有政治危机吗？有啊，为什么没有？因为市政的问题，我凭良心讲，从倒数到现在，这么多事情，其实凭良心讲，他常常是问 A 答 B， 大家都从新闻角度上面看，那他到底心里有没有政治？如果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油的问题往上提升，中央问题放大，对他市政来讲，其实不见得加分。毕竟他自己在选举，我应该是讲。他这一次所谓的725选举，他得到很多的相对的一个加分。第一个，他把卢秀燕推到第一线。不管如何，大家来讨论的时候，卢秀燕到底你有没有检查？对卢秀燕来讲，我也想要解决她的政治危机，所以你来邀请我，我不得不说好不好？那趁这个机会，他也想要拉拢蒋万安。所以蒋万安献的这个策，他725一定跟。郑丽文要不要跟？如同义夫哥之前所提的。他也讲到，本来823国民党有个大型优惠，那不得不把它往前。所以蒋万安讲了一个725，所以大家就因为你不可能2个月连办2次大型的嘛，所以那国民党中央就只能够屈就到725来。对，那应该是讲说，以现在来讲，蒋万安他得了，成为如果说在725那一天人数多了。他变成一个共主啊，人多是我的功劳，人少公开拍电。不是到目前为止，他应该已经是共主了吧？我的意思是说，当他725喊出来，哪一个蓝营的地方诸侯，那光讲一个线上会，大家也要参加。虽然是卢秀燕说要召开线上会，大家也要参加。淑慧，你们应该各地方诸侯应该没有人不响应这个活动吧？你说725还是线上会？725，我觉得725这件事情哈，如果地方首长有感受到民众的愤怒跟焦虑，他就会来响应。对吧？对，没有那感受来就是蒋万安的亏点。应该是讲回来，这个事情就要发动，就算要发动，也是中央党部发动，怎么会是蒋万安发动呢？所以蒋万安本身在发动725这个事情本来就别有用心。那再来就是说。卢秀燕这2天被媒体追，要不要针对你没检查的事情，他只说谢谢，而且还瞪了记者。我倒觉得这个凸显了一个问题，他说到要用发票来查来源。那换个角度，我身为台北市议员，来我监督蒋万安。蒋万安，请问你在7月8号公布的这些名单里面有一个连锁的一个炸鸡店，那你到底到了现场去，你当时候去查的时候，你的油品库存量销毁了没？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他有没有进新的油来用，又是一个问题。第三，那如果他目前还在用旧的油呢？你有没有做这个东西来控管？我曾经问过卫生局，没有任何资料，他只说我们有注记，有去看，看完了以后，有人去问了店家，店家讲我还是在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倒觉得台北市政府你现在的责任，蒋万安你应该要做的。台北市查起来，5哥，你刚才说有没有工厂？有838家。大型小型我不管，就是登记在案的838家，里面有针对饰品跟食品的有122家。那122家，蒋万安你去查了没？那这些家数里面查的部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个控管？现在的问题是蒋万安。当然，我们中央的当然发言人有在讲说，你要上街头可以，但是你要不要公布你们稽查的结果？一样，蒋万安，我还是希望你提供你稽查的结果内容是如何，让台北市民能安心。但看起来蒋万安现在是热衷于政治操作，包含这2天发生的虐童事件，他也没有对我一个态度，所以我倒觉得啦，这件事情蒋万安纯本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的操作。OK。虐童事件他也没有对我一个态度，所以我倒觉得啦，这件事情蒋万安
纯本本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的操作。OK， 三股政治真是这么复杂？明明蒋万安喊了725，但是刚才大家讨论以后就讲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包括一逃杀三式的，包括把卢秀燕推上风头浪尖的？那可是他们明明是姐弟啊，还是？其实易善跟我不晓得卢秀燕是哑巴吃黄连，是吗？还是你们两个人居心叵测？你们就是要挑拨人家姐弟感情？我跟他不熟。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会变成是这个样吗？然后你看这2天，包括小鸡蓝营小鸡不是有那个要绝食啦，所有这些，那当然身体健康很重要，好吧？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人，当然就因为有人讲那个什么接力绝食，然后就让大家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揣测，这些事情。在这整个食安里头，到底凸显出了什么？如果是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去讨论的话，那到底是在送验的部分跟业者自主管理。那今天食药署这边有出来讲哈，就是说因为进口大豆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在台中？你讲的是今天食药署他们有讲说，他们在讲中联这几是不是有放宽对那个黄豆的检验标准，0.5颗变5颗嘛，100颗里面那这种讨论方法，就是为什么它是在我们的台中港口哦？那里面其中有一个创办人，他是方院人。那总之在海边或是在大肚山上，日照充足，所以花生特别肥。OK， 那特别肥，我们就在这边炼油。那炼久了之后呢，又怎么样？有台中港可以进口，所以大家中联处起来的时候是怎样？在我们中部的几间厂商，我们一起在这边运用这一些港口的仓储、运输到制作，所以才会在这里变成有一个3间公司合资的一间公司。那会产生这个状况呢？其实就是所有知道的人都隐瞒嘛，所以这个情况如果要谴责、要抗议、要说，要静坐，你也应该要去那边静坐。你去总统府那边是怎样热清的标滴油，还是总统府在抓油，这个不太合理。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这个，那是否具体的我们法规要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来讨论说跟邻近国家，可是这个就无聊嘛，这个大家就听不懂嘛，大家就觉得我吃到毒油嘛，所以。直接让大地一声雷哈，我们就直接把它炒作成政治。你看哦，明明这个其中有一间厂商，我们还不要说他是国民党员，他的长辈还当过国民党的省议员，那他整个还自己加入过国民党的建设，就很奇怪啊。这国民党的金主历年来可以查得到政治现金都抖内给国民党，然后国民党来抗议民进党做错的事情，我被抢了。我今天我是独有的受害者，我被抢了。结果你告诉一群人来代替受害者说是警察没有抓小偷不是啊，小偷没有跑呢，小偷站在原地呢，小偷现在还在营业呢。那这个就是政治弄乱了嘛。所以现在这个小鸡抗议，坦白讲，我对他们用字遣词啊，这个是说我们已经累积44个小时。那有人说累积不是绝食一般是连续吗？那节目刚开录之前的新闻啊。有一位小鸡，他说：“我们没有去偷吃东西，我们只是去吃东西。”哇，中文的奥秘！他刚刚访问受访的时候，光明正大的吃。他刚刚光明正大的录影受访说：“你们有人说他拍到你们刚去偷吃东西，我们没有去偷吃东西，我们只是去吃东西。”哇，我一瞬间突然觉得，哇，台北市的市议会这么竞争吗？就是往上的上限那么高，往下的也这么低吗？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行为我对于这个已经司空见惯，因为毕竟他们有一个师傅啦，是苦行僧罗志强，苦行书商罗志强，所以如果选举的时候没有搞一些花招出来我想苗博雅对这位这个立委最熟悉了，他没有搞一些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他们都不觉得在选举，然后也有曾经这个站路口，然后发生意外的，反正就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我要讲的是骗子可以骗多久是傻子决定。就这些人是在讨论食安吗？他们坐在那边聊的事情、谈论的内容是食安吗？其实不是。我也愤怒我知道毒友我也不开心既然都讲是业者自主管理比例高的话，那不就是业者要负责吗？那今天中央要修法也没有问题吗？那在中央修法之前的主责单位不就是地方查验吗？我想昨天大家已经讨论过很多朗东的爆料了就是关于台中市政府的报告，到底是不是有 A、B 稿给卫福部的是不是一样，什么网站可以更新这些东西的。那我要讲的事情是，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有风险的，确实是台中市政府。看台中市有没有出事情，我跟你讲一个指标很简单找这个没事卢秀燕有事郑肇兴，所以郑肇兴出来就是挡子弹的，郑肇兴就是
八卦太极大师出来就是恶以身四象，四象生八卦。台中市没有事，没有事哈。我们说卢秀燕只秀不艳啊，没有事，没有事。你看他不是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了作为一个市区选出来的市长，过去在山海河豚说我会配合，我会配合，在这个北边丰原养鸡场出事，在海线非洲猪瘟啊，这一次是毒油事件，在我们屯区弄出垃圾山，哇，三星数个那个台中拢无命村，拢村半条命，这个就是长期的机制疏忽嘛。所以这一次他们想说先发制人，先回头打中央，避免讨论回来。蒋万安看一看不对呢，但是你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啊。我把它闹大之后，你会倒霉，我不会倒霉啊。他刚刚讲的一逃沙滩是并不是完全错啊。你看蒋万安最近的拍照，他没有什么跟卢秀燕举手高喊，他都是自己在会议室里面拍，好，营造那个孤独的美食家哦，对毒友恨之入骨哦。那年轻人学校吃到，这就是政治操作。我跟大家讲，这个政治操作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在炒作，也不要说炒作了，在讨论霸凌案。我到今天来看到霸凌案的新闻，然后霸凌案的新闻主角是什么？释广阳跟朱立伦的儿子吵架。那我问你，我跟尚义夫吵架，谁会知道？就我跟尚义夫知道。释广阳跟朱立伦儿子吵架，没有，我们现在在这里吵架，全部人都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是在篮球场上，毕竟我们可能不太，所以是不是只有我跟朱立伦的儿子知道？那怎么会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新闻？释广阳不是出来，他没有出来。释广阳不是发文讲说没有这回事，他驳斥说这是不实传言。没有，他说他跟朱立伦呢不是同学。对。但是人家是在篮球场讲这句话的。我们先不管它的内容怎么样，就是怎么会有这条新闻？那这条新闻是不是就是认识朱立伦的人放出来的新闻？所以炒作霸凌案火烤释广阳，那他就会成就一个人；炒作贪污案火烤柯文哲，最后谁当党主席？成就黄国昌。那么炒作毒油案火烤卢秀燕，卢秀燕昨天那个访问就叫落荒而逃啊！作为一个县市首长要卸任了。人家问你说你的查验状况出了问题，有绿营议员具体质疑，有名嘴具体指控，你们贪渎你们渎职哇，你有东西没验你验了70-80家，为什么这一家刚好没有验本评比？哇，讲的那么巨细靡遗这个如果是以前的台中市政府要告，就直接把文朗东告到小小扁扁的好不好？不是谢谢，还回头瞪一下，呢是这样子走的呢，所以。这个就叫落荒而逃，那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好解释。好，我讲结论。我发现这一阵子很好玩也不是说很好玩，就是当绿营中央执政党这个面对各种议题你要说好听一点讲叫做这个分类清楚啦，难听一点讲分身乏术啦。你每天打一些奇怪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讲道理都讲不清的时候我们就专注的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该开记者会开，反正媒体宣传费被你们删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以前乒乓球要练对打，有没有？你一句我一句，然后我们印象马英九跟陈水扁辩论，好好看连战跟陈水扁辩论好好看，那个叫一顾来一顾去嘛。现在发现怎么打他都不理，那民党不理你啊，中央执政不理你啊，他就把绿营怎么样当成墙壁在打，就自己练自己的球。但是他虽然骂的是民进党剑指的都是自己党内可能利益相关的同志啊。他就把绿营怎么样当成墙壁在打，就自己练自己的球。但是他虽然骂的是民进党剑指的都是自己党内可能利益相关的同志啊。你蒋万安把这件事情闹大，你真的觉得会烧到谁？陈其迈，萧美琴，你觉得会烧到谁？然后赖清德还真的在总统府里面标底油，外面的油不能吃，我自己用，有可能吗？打到最后不就是你的自己的总统竞选人，同样在你的那一排位置的，对的，有利竞争，这个叫同类相食嘛。所以当蒋万安把这件事情闹大的时候，我问你，对台北市市政有利吗？对台北市选情可能有啦，就有一些声量。可是最大的得利方向是来自于哪里？不就是潜在总统的声势吗？不过我觉得他这一届如果真的要选，他也是会犯前面3连败的错误，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选市长的人，然后再来请假选总统还是你打算2026
棒后出没选上，然后再来选总统，就走阿扁模式。我看不到蒋万安在这个时候这么积极的理由跟道理啊，那可能是他旁边有一些人就煽动了他哦，这个时机不错啊，不要错过。那最可惜的还是卢秀燕呐，1年前哦，还真的没有，就刚好1年前，那个叫做全国民党都觉得这个人要出来选，都觉得这个人要选上，结果弄了一个凯利根出啊，不，那个郑丽文出来，我为什么会讲凯利根？弄了一个郑丽文出来，然后跑去中国，然后弄了一个郑习会，突然把自己声势拉到极限高，然后接下来出现中国郑丽文就算来，出现美国韩国瑜，现在出现一个台北国蒋万安，卢秀燕突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第4名，然后看到记者访问啊，谢谢，爱理不理，我要走了，随便垃圾山随便啊，什么的，可以说朱文竞菜啊。然后变成一个很消极的姐姐，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所以政治上有的时候时机是不等人的。蒋万安认为这是一个一触可及的方法，于是就大力的打下去。我认为这个现在事情是发展到这里。淑慧，刚才有没有听到说斗内都是给国民党正或那这几家公司有没有人的家里面的长辈还是国民党的什么省议员这些？所以国民党对这个会放松吗？这件事情，刚才有没有那什么火烤卢秀燕，成就蒋万安？而且3个已经讲得很赤裸裸的啦，就是那个总统竞争排序1、2、3、4，蒋万安是在这个机会里面趁这个机会下重手，明指的是赖清德，其实真正暗打的是卢秀燕，是吗？刚刚这个洪建议员也是先讲这个阴谋论，讲完以后他又说我跟他们不熟哈，既然不熟，大家都可以掰出这么一套故事出来啊，就是啊，其实我们是竞争关系，所以我不惜把这件事闹大哈，其实是要来陷害卢秀燕的。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脑补的这个编故事的能力，我都很佩服啦哈。至于说企业捐款这件事，我觉得大家出来选举都知道啊。企业有时候一家企业它蓝绿都会捐款啊，那像这一次的这个什么福寿还是什么，是不是什么红它是蓝的，然后太太是比较偏绿的还是什么？对，我没有认真去看这些啦，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谁捐给谁。这个在台湾的企业界是常态，可是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没有人可以因为他捐款给谁，然后就说先不要办，先不要查。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蓝绿在面对这些政治现金都不会影响自己执法的标准，而且也没有能力能执法。一起关哇这也在关大公他违反你敢不办？我觉得这台湾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啦。所以每次我看到大家就开始在追说啊，这个政治现金谁收了什么，谁收了什么？那还有一种嘞，就是像之前那些案例，直接给你现金不登录的嘞。我认为有登录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敢登录。从有登录没有敢坦白登录的去追他们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敢登录，而且敢登录的金额都不会大。没有登录的金额才是大的啊！大家从之前的这些案例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去追说谁是谁的金主，这是没有意义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没有。那蒋万安那天是严瑞芳议员吗？大家直接讲，蒋万安直接讲说高雄呢？你为什么不讲？高雄呢？不，大家现在就是好像所有的人全部都要拉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如果真的全国都应该要认真检视，这个是好事。只是现在老是大家讨论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那个政治味道在这里头。那连刚府方的发言人直接讲，就那个地方大家把所有那个稽查的比例拿来讲一讲，然后包括蓝营人就直接讲说那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叫20%，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标准？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吃住，大家各自的攻防到了现在。可是当蒋万安直接呼吁说上街头的时候，你知道国内非常微妙。当有人蓝营直接这样喊的时候，国内政治是不是就画下了一条线？那条线就是绿营的人就会觉得你们地方难道没有问题吗？蓝营的人就会觉得都是你们中央的问题，他会不会就变成这个样？这个我称为这叫提油救火的过程。最开始的火是什么？最开始的火是国民党年底的选情。那现在问题油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人觉得说，那他借由这个问题油。提这个油，把油当提款机，问题油当提款机来救国民党2026年底那些55波的地方。也许这一波打出一个气势让人民对民进党反感的时候，那现在一些很紧绷的地方包括新北然后呢这个彰化等等也许就可以这个过关嘛。这个国民党党内必然有人有这样子的政治算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周末要去游行。我还特别查了好几次，到底游行的诉求是什么？结果我发现这游行的诉求非常的政治性他就是说这个赖清德要道歉，卓荣泰要下台。
那事实上，对于人民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不要再吃到问题油的产品嘛，对不对？如果说还会再吃到的话，不管谁道歉谁下台，大家一样都不满。但如果说不会再吃到问题油的话，那事情有所解决，实际上也不需要去办理这个游行或者是等等绝食的活动啊。尤其像现在看到，大家最关心是什么？我要知道市面上的东西是不是安全的，所以所有的厂商的流向要公布，有没有公布了？有公布了。然后呢，我要知道源头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有没有去查验？有查验了。今天中央还再一次的去到了中原油品，要继续去查验它。中原油品那这个食药署的人来，还赶快急急忙忙把大门关起来。查验都在持续进行中啊，有查验的，有下架的，流向的，有公布的。这一些所有我们在处理食安里面，大家民众最关心的事情，目前就是处理中。所以整件事情我看起来非常冲突性的部分呢，其实都是政治味浓的部分。就是说你这些事务官，他按照法规在处理的东西，当然他有所处理。那刚才五哥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个蒋万安对颜若芳，高雄有验吗？五哥果然就是我们最受信赖的政论主持人，一下就抓到这个重点。为什么会有这个冲突的画面？大家再把那个冲突画面前面倒带回去1分钟看，前1分钟在讲什么？前1分钟颜若芳在讲说，台北市有一家百货里面有一个食品业者曾经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为什么现在他还有绩优标章？他在问一个食安的市政议题嘛。食物中毒记录的店家为什么有绩优标章？这该不该回答？该嘛，对不对？一个正常的市长他会怎么样？议员，你讲的是哪一家？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去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该撤销的会撤销。但是蒋万安听到说食物中毒的案件为什么有绩优标章，突然跳起来说高雄有验吗？这个很脱线吧？老实说很脱线吧？因为你要叫陈其迈带队到台北市来验百货公司的店家吗？不可能吧？陈其迈叫高雄市长，那个出问题的店家在台北市。那他为什么会突然跳起来？因为他知道，当他标出这一句之后，颜若芳前面问的剪掉了，大家在看后面的嘛，所有新闻媒体都播后面的嘛。当他标出这一句之后，颜若芳前面问的剪掉了，大家在看后面的嘛，所有新闻媒体都播后面的嘛。那这个在变成纯相声，好像说蒋万安这个非常的霸气正义凛然，在炮打中央。那前面他的市政缺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他现在整个的操作来看，他并没有回归到市政哦。什么叫回归到市政？人家问说，这个台北市在他任内，食安会他召开15次，但他缺席11次嘛，这是不是个问题？他至少要交代市民一件事啊，你缺席的时候你去哪了？对不对？就对我来讲，这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假设我今天新闻面对面录影没来，他说你去哪里了？我去质询了，我就讲嘛，什么事情比录影更重要？就是我要去质询，对不对？那你食安会11次怎么没来？你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比这个食安会更重要嘛？但是没有哦，他说中央无能，中央傲慢，中央盖牌中央护航，这个跟你为什么没来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嘛。但是后面媒体都会剪这一段了。还有包括什么？包括说，他被问到其他的市政缺失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说这个赖清德总统怎么不开国安会议，对不对？他的本田皮在台北市他任内没有抽验过任何一次。我们有没有买试剂？我们甚至有买试剂哦。台北市有买试剂哦，但是却没有去抽验。但是他的回应是什么？赖清德怎么不召开食安国安会议？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他要把他这整个问题树立成政治对立之后，变成选举话题。那至于到底食安5环从中央到地方，本来我们认为层层把关嘛，现在怎么层层有漏洞？这个题目就没有人认真在检讨。那这个是我比较不乐见的啦，因为现在整个变成政治大混战之后，你会发现各方有责任的部分各自都模糊掉。像中央有没有责任？中央一定有责任。像我就觉得说，食药署他的政务官都没有在针对食安事件对于人民的感受跟信心做出足够的政治判断。
我讲真的，事务官跟政务官最大的差别是，政务官你每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做政治判断。当你手中有中下游业者清单的时候，你怎么会去讲说我们都有清单了，只是现在不需要公布？这个完全错误啊！因为这个是延烧全国1/3的油脂供应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哦，影响层面很大啊。那你的政治判断就做错了嘛？或者比如说卫福部的专家咨询会议出来说，预防性下架的产品现在都检验完了，所以可以重新上架。你做这个决定的时间点，这个节骨眼，你宣布的方式对不对？你有没有清楚充分的跟民众说明？还有所有的食品业者，你有没有让大家充分的了解到？你说你没有让中联复工，对啊，中联没有复工啊。但是预防性下架的产品，你说经过专家咨询会议之后，就在这个节骨眼重新再上架，那你是不是重新再赠送给你明知道要做政治炒作的人更多的柴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当中，中央你知道地方上这些诸侯打算要来包围中央要做政治炒作的时候，你的政务官的清楚干净的政治判断要出来啊！这世界杯不是刚结束吗？今天有人要攻门了，梅西要攻门了，你的后卫要断球的时候，你清球是不是干净？还是你清球清到你自己又领到一张红牌？这些种种的问题，我们民众关心的是食安，有人拼命想要把它政治化。那在有人拼命想要政治化的过程当中，这些中央的政务官他更要非常清楚的告诉民众说他做了哪些，然后现在不需要这么恐慌，现在不需要跟随着这一些地方选举的需求来起舞。那我觉得这才是回应到刚刚武哥讲的嘛，我不要食安问题变成一个蓝绿好像互相树立了之后就壁垒分明，一边觉得都是中央10成，然后另外一边都觉得地方全部这个责任都在地方。食安本来就是中央跟地方，食安5环一层一层都要合作，搞成对立的话，反而漏洞就更多。不过刚才一开始讲的上口，国民党本来是要在823办嘛，那这样应该就是党中央要办一个大活动，是。但是我记得上礼拜5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节目现场，大家在录影的时候，突然之间蒋万安就讲说他就射了穿云箭要招，我们那时候还在讲那只是个口号，还是真的要召集各路人马。结果还在录影的时候，我记得是东豪就讲说新闻就出来，他去拜会立院党团，那就是玩真的。那个823就不见了。那党中央也只能摸摸鼻子，因为毕竟蒋万安现在应该是国民党各路诸侯里面应该是最有人气的诸侯，实权最大。所以党中央也只有鼻子摸摸跟着走吗？那接下来呢？这一场725，它的意义能够凸显出什么？刚有来宾讲说，蒋万安是不是这一大趴塑造成共主？那个今天我看那个阿管，他讲说他没有受邀，但他讲的有一段其实也是他说。你看嘛，人家就选举嘛，有这么多人，有上千个要选议员的人，然后各地方的那谁先上，然后谁上，那从5点到8点，每个人上去讲多久？上公，这场到底是食安要诉求的，是怎么样让老百姓真的能安心，或是告诉大家中央刚来宾讲的缺失在哪里，还是这一场？在那个免礼真里头是有一段，谁讲第一个，谁最后上去接受大家欢呼，谁最后怎么样，这里面都会有美感吧？我想最基本上17号喊出725上街头，接下来就去拜会了立院党团黄国昌、郑丽文，后面隔了2天就去了卢秀燕那一边嘛，然后呢，好像今天又要去拜会朱立伦等等你可以看得到说，蒋万安在这一个725上面，好像担纲了最主要的角色，就扮演男主角的角色了当然，他扮演男主角的角色之后，当然他跟党中央在联系要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一定会说什么事嘛好。那原本党内里面就有想823刚好炮战食安要办一个大活动嘛，其实本来就有在规划这个活动啦那讲了，那蒋万安谈到了725又去拜会了，所以又要去找郑丽文。大体上郑丽文也知道
大概他要725嘛，好，那已经喊出来了，那郑丽文原本党中央就要办活动嘛，哦，当然725食安这么大的活动，你一个礼拜以内要全部成型对，那所以啊，现阶段变成号召者、串联者是蒋万安，好，那你认为党中央就不扮演任何角色了吗？不会吧？所以中央把主办的角色拦下来了。主办的话，那场子是谁的？那就党中央的。党中央嘛，党中央在规划嘛。那党中央在规划，所以礼拜天，今天礼拜二，前天对礼拜天嘛，礼拜天其实就由那个副主席兼秘书长就已经开了动员汇报，下午就开动员汇报了嘛，里面还提到什么？新北动员5000人，自主2000人，台北1万人，数字就已经开始在兜了嘛。新北动员5000人，自主2000人，台北1万人，数字就已经开始在兜了嘛。开始在兜数字了嘛。所以你看得出来，党中央也是很无奈被压上去的嘛。因为你看，目标大家在讨论目标动多少人，你想一下，国民党动员如果要动10万人，要多少时间？对啊，而且他们是动员会议是从台中动员台中以北嘛，那目标好像听说是看能不能极力动员到10万人嘛。当然中央是有一点维持啦，就说你把大家的时间压迫得太紧了。好，但你725要办，大家都说要办了，好吧，我上车了，但场面不能难看嘛。所以就在那边极力动员嘛。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郑丽文把主办的角色接下来了嘛。那蒋万安是号召串联角色嘛。那卢秀燕想来想去就扮演线上国事论坛的主导者嘛。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各要抓一个，对，大家都在找角色嘛。然后你看到这几个人在那边窜来窜去的时候，立院党团也不放弃啊。我们13把它拿出来，我们要摆程序委员会，我们礼拜5要复委。他在13把立院党团在13把上面的修法也在找角色嘛。那就不用讲，那个4个小鸡也在找角色嘛。就大家在这一场食安里面都在找角色嘛。那当然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我把它我当笑话讲啦。我说你那一场活动的时候，你要怎么安排？对啊，郑丽文太早到，可能一堆人会迟到；郑丽文太晚到，可能一堆人会早走。不会啦，这种场合怎么还可以早走？最后应该要那些人都要站在台上。你想有的团结啦，有的党代表要回屏东啊，有的党代表要回高雄啊。可是这一趴是为了食安，为了食安好。你说那天国民党全代会嘛，对不对？对啊，全代会，然后这个食安，然后这次上街头就5点到8点啊。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就等到那个全代会完以后，全部都带到那里去。尤其最后，那不就是台北、台中、桃园，就所有，尤其是这次要选连任的，那一定要站在那。只是那 C 位是谁？党中央办，那应该是郑丽文。绝对相信郑丽文会抢 C 位，绝对相信。那照你刚刚这样讲，如果万一他在那边旁边的人都跑掉，像话吗？那就请郑丽文3个小时都在场，大家都没得逃因为你那一场动员里面，当然里面大家会看角色嘛。那其实大家会关注哪些人？第一个蒋万安嘛，卢秀燕嘛，郑丽文嘛，韩国瑜嘛。除此这4个还有什么好看的？韩国瑜应该会去，侯友宜2个人也是大家在观察这一次会不会去。韩国瑜会不会去？韩国瑜应该会去，我听到的是应该会去。因为他在争执，就是政党里面或是责任争执上面他不太介入。因为他是院长，对，然后725呢，因为打的是一个全民食安的问题，他应该我听到的是，他有询问人家意见，人家跟他说是 OK 啦，就是替国人
你讲话的过程就是护食安，让大家有食安的环境嘛。所以蒋万安听说那个韩国瑜听说去的机会很高了。那各县市长都有邀了，各县市长都有邀了。那你看蒋万安刻意的释出说他打电话给陈其迈，然后黄伟哲没接电话，黄伟哲在国外嘛哈，没接电话，你为什么要很特别的释出这一段？蒋万安就是表示自己的这个食安是不分蓝绿嘛，就是要把自己的格局放很大嘛。因为他也知道我打给你，你一定不会来嘛。线上会议，民进党都会参加吗？一个都没有到嘛。725民进党会到吗？不会到嘛。但一定要打。这我们都心知肚明嘛，心知肚明嘛，所以他们在营造什么啊？你看，我们真的是跟你讲食安不分党派的，所以你看，我们都邀了，我们都打了，我们都找了，啊，在这个底下里面，不要再跟我讲责任，不要再跟我讲有没有验呐，有没有在讲什么嘛，大家都想把这个焦点换一换嘛，在食安的大议题里面，焦点换一换嘛，当然大家都在说蒋万安你到底在干什么？其实蒋万安725，我不是很认同说把蒋万安讲的城府很深、老奸巨猾、什么阴谋论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有没有那么不是，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啦，哈。但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性，当然好。那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讲2028，我们姑且讲2028说或未来的党主席，好，蒋万安如果在想象未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自己连任这一个票数当成阶梯，尽量往上堆，所以票要冲高啊，对，尽量往上堆，所以他不跟你谈市政了，我也不跟你谈食安验不验的问题，我也不跟你谈食安该怎么样的问题，我就告诉你，人民都关心食安，线上会议啊，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修法，未来要怎么做，他不跟你谈过去 ，OK， 他也不太想跟你谈过去了，因为谈过去不是好事嘛，但我觉得他号召是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分颜色、不分政党的食安的捍卫者嘛，但是他在捍卫者的角色里面呢，其实我认为725倒不是他要办725，倒不是伤卢秀燕最重的。那是什么？我觉得他跟颜若芳那个刚才讲的高雄有验吗？那个中央有验吗？我觉得那一句话最伤。为什么伤？最伤卢秀燕，因为那个高雄市政府跟你说，我有验啊，我有用台糖，我有验那一个本田比我们验了多少项啊？怎么样啊？大家就说。高雄人验，高雄台南，大统一最大的在我这边，我们有验那个本田比，我们还有验了19次40样里面，我们有30几样验那个本田比然后你把大家逼出来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大家说，大统一好像全国市占第一，台糖好像全国市占第3，中联全国市占第2。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台南，一个在台中，奇怪，就第2的台中没验，你不是很要命吗？你不是刚好把那个高雄跟台南逼出来跟台中对比吗？一比人家有验，你没验啊，人家有验，你没验啊，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的话，有时候我觉得他是脱口而出啦。但造成卢秀燕的伤害无比大，然后他又讲，你看卢秀燕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就马上下去清查。我请问你，台中市政府是中联油的地方主管机关，发生这么大的事，他不去查油品的批号流向哪里，然后就叫他坐在那边都不要动吗？然后这不是他的职责，他该去查的吗？查完了不是就要告诉大家说如何赶快流向在哪里，赶快去查下架，这不是他的职责吗？但蒋万安把他讲的好像丰功伟业，然后卢秀燕又再受一次伤，因为那是主管机关，你已经没验了，你事后再补过了，怎么会变成丰功伟业？我觉得蒋万安倒不是725要那个踢那个卢秀燕，我觉得他
不经意的在议会的备询等等的回话所引出来的问题，其实才是让卢秀燕最难看的问题。可是这整件事情，因为过程，三哥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蒋万安有拜访那个黄国昌主席，然后呢，黄国昌会带队参加725，但柯文哲因为另外有行程，我知道他最近，因为他不是党主席，可是大概因为官司的问题，还有很多要研究法律研究，怕碰到游淑慧哦，是我怕碰到他。哎，不，我补充一下，刚才讲到不是阿管在讲吗？对啊，国民党其实有在考虑要不要邀请他，因为两派的意见，后面可能是主张不要邀请的人胜了。哦，有在讨论过，对不对？有讨论过要不要邀请他。OK， 对啊，所以三哥你看，但是黄国昌说他会带队参加，柯文哲另有行程。最近蓝白之间，尤其是因为柯文哲最近的声音非常非常多，然后在竹北啦，在花莲啦，就是都插了很多旗，那搞得大家都在看蓝白，已经在看着说你们未来这一道路到底能不能顺顺的走下去？那柯文哲到底在想什么？你觉得？而我们说天地有阴阳，阴阳若能调和，万物就能和谐。现在是要讲啊，所以呢，如果有人，我现在也很担心他讲到哪里去。有人主内，有人主外，有人主空战，有人主陆战，有人主媒体，有人主组织，那这样子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个政坛上有一对佳偶啊，就徐巧芯看着刘燕里我们叫做新潮流这一组人。就是现在一群人的这个蓝营的典范，有空有陆有联孔啊，有超团，然后呢，这个甚至连一个什么车艺稳装网军，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大家第一时间也是会想到他们，所以有这样子的能力，而且啊，他已经形成一股。不要惹我徐巧芯惹我的话我会打你我会检举你我会告你这它变成一种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状态。那这个呢，其实是战斗蓝 2.0。那这个战斗蓝 2.0 呢，就包含着所谓空军。那这其中呢，你就很好的理解到包含了这个黄国昌啦，或者是现在在躺的这一些啦。他们你说绝食的小鸡，对，他们的特色就是敢冲敢打，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议题，我黑的说要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对他们来讲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展现忠诚的一种表现。所以呢，他们正在怎么样？正在享受这个过程。他脑内的多巴胺让他做这一些政治的动作，会让他觉得说会产生快感。所以这一群人啊，是带着国民党往前冲的火车头。那当然也包含郑丽文，不过郑丽文前一阵有点受伤嘛，因为这一群都是一样。那包含馆长也是，所以这个叫做激情过后。你看郑丽文跟馆长，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曾经在去年组过一个叫做什么党外先民蛙哥大联盟的党外团结大联盟大罢免的那个时候？对啊，那个馆长心里一定想说，丽文啊，过去你落票的时阵我听你，今嘛你做主席啊。你一个演讲，你竟然无邀请我，安尼干掉所以他心里会有这种不平嘛，连便当都无给我叫然后对柯文哲来讲就是哇，以前都是我下面的小人物虾兵蟹将啊，什么现在都变天兵天将了。我是柯文哲，我也懒得去啊，去那一场都有什么好处？我要选吗？你们应该要专心救我吧？他在心里想说赖清德，哇，快点趁现在他们蓝白合，我们也可以绿白合。你看最近是不是又开始在讲这些事情了？当然这是他心中的想望啦，然后去这个现实状况不太可能迎合他们的表现，所以蓝白合了之后啊，其实我这之前论述就讲过。他们要互取所需嘛，那互取所需的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些排挤效应嘛。蓝白合了之后啊，其实我这之前论述就讲过。他们要互取所需嘛，那互取所需的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些排挤效应嘛。那国民党强是强在哪里？强是强在他的地方论述跟北部的抱歉，强在地方的组织中南部的地方组织跟北部的论述不管你要说是什么中华民国派啦、维持现状啦、什么亲美友中和路之类的，那这两个集合是国民党最大的力量嘛。可是亲美友中和路是谁讲的？朱立伦，朱立伦离开了嘛。至少是先退居幕后，换郑丽文之后，他变成是亲中的时候，这套论述好像怪怪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反执政党的论述。于是呢，最新的结合啊，就是
民众党的空军加国民党的陆军，好，那这一结合会排挤到谁？会排挤到国民党的空军跟民众党的陆军嘛？民众党的陆军是谁？就是那些从2020之前一直帮柯文哲举牌、拿麦克风，然后蹲点准备要选举的什么三重的、什么戏子的、什么哪里的，这些是不是一个一个都被淘汰的？因为对于民众党的中央来讲，我要你们这种陆军，我还不如要国民党的陆军强多了。我至少我要去什么大中至正也可以一堆人啊，我要什么站独裁、反独裁站出来也一堆人啊，所以。民众党盘算是这样，那国民党的盘算是什么呢？那我既然都已经组织强了，我当然是希望论述的、可以打得痛的啊，然后可以跟民进党固等。因为国民党长期遇到一个问题，当他讲民进党黑金的时候，那个民众第一时间反应是：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啊？那个谁都已经躲到快要追诉期限，那个高雄85大楼那个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都已经快要超过追诉期限，掏空800亿，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还有老爸去躲到中国啊，儿子在当立委，这种奇奇怪太多。所以国民党骂民进党没有，要骂他黑金没有，那我们找个其他人来骂。所以呢，会排挤到谁？当我国民党的陆军跟民众党空军结合的时候，除了民众党陆军会失势，国民党空军也会失势。国民党空军有谁？在本节目有一个来宾啊，这个亲美有入河中，突然发现好像没什么人要理他了。最近就对不对？有没有也是在这里啊？跑去骂陈志涵啊？有没有？抱歉更正，跑去骂母姐会。那这个其实都是对这都是为了做出是的那一个嘛。我刚刚说林涛嘛。他这些都是为了做出市场区隔，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了嘛。民众党边缘化直接赶出去了。以前杨宝珍不也是呼风唤，也不要说呼风唤雨，至少4个咖吧。松山新你派他出来选，我不觉得会比徐府少多少。可是这样子结合之后，这些地面的人就把你赶走。好。所以新的结合就是民众党的空军跟国民党的陆军。那我问你，柯文哲算哪一种？不要跟柯文哲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会听他一直讲过。你有听过？你知道第三势力为什么是组织还是组织？因为第三势力就是太懒惰了，都不做组织。他其实就是在骂黄国昌嘛。至少那个时候他是看黄国昌很没有。结果现在黄国昌当权之后，他又不管组织了，又是一直空战。所以柯文哲就想说啊。不是，我现在人生的主要支线是什么？我的主要支线跟民众党的支线跟黄国昌的主线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我干嘛没事去那边锦上添花？我上去你们下面的人，你下面的人我要跟你们一起喊什么？反毒友站出来嘛。柯文哲清清白白。他如果上去喊出这一句，下面人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希望台湾的大豆沙拉油都跟我一样清清白白。我下面人看了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我知道的这个台北市议会曾经检举过他的国民党，可能就不知作何感想。所以这是一个新形态的变种组合啦。那总之我认为对于在野的监督本来就会稍微比较。人民会觉得说您的爱公少，您光的回礼，因为酸您这民意代表干懂嘛？那对执政的当然会严格一点啦。所以这一些的，包含刚刚阿淼提的很好啊，我那食药署出来不知道做什么挖哥报告，我也听有些人在抱怨。不过这就是权责相分，这不代表在野党可以胡作非为。他如果长此的进行这种，我认为不能说失智，但接近反智啊，因为你就是把话反过来讲，那。这个最后还是会要负政治责任，也就是选举的时候会有人民来做决定。OK， 那我一直不愿意承认，因为刚才 Thank you 讲的其中一段内容，人民应该只有我跟上公知道，就东帝士陈友豪。那我不认识。那一定要有年纪的人才会。他好像快过追溯期，他快要可以回来了。他现在人在福建嘛，他还活着。他快要可以回来了。对，他今年所有那些大概追溯期都快过了。他在厦门那附近呢，还有很大的工厂。那时候欠了600多亿，这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失败的案例，对不对？原来大家都知道。OK， 上公那就可以承认知道了。有听说过，有听说过那个人。我们是同一辈的，同一辈的。我只是以为他已经走了。不过你说蒋万安对台北市政，刚才好了，我不知道建议刚才一直觉得蒋万安会不会用这个要去逃避那个市政或什么？建议这2天你在议会质询，有质询到就聂童那件事，是这件事好，所以等一下回应一下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平常讲食安或是对于孩童的事情，一定都是绝大多数人会放在第一优先要件去看待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的原委。那蒋万安为什么你质询蒋万安的时候那么生气？其实当天就很清楚，我质询他是上个星期4，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本来只有6分钟，我只是要讲捷运漏水的问题。后来因为我的同组的议员，他那一天刚好有事，请我帮他质询这6分钟。
所以我变得多了延伸了这个。那这个问题原则上是我之前有跟徐立信沟通过。那这个案子虐童的缘由是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啊，对不起，是因为有个家长送小孩到学校门口，那他的小朋友原则上是另外一个老师接没有问题，但他看到有一个老师拎着其他家长的小孩，有点拎带拖进去幼儿园，他就跟那个家长讲，比如说他的小孩，我就跟你讲，他很生气，赶快跑到那边就去看监视器，不看还好。看了马上当场印证，那也在6月23号发现，6月26号通报。那通报的教育局其实就是盖牌哦。那通报了以后，这个所谓的园方就会针对这个事情下去了解啊，有啦，我们这个2个老师，总共5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敷衍的数据出来。后来家长认为不对，你应该让我们看监视器等等，在过程当中，那也跟那个园方。这边有讨论了，好，我们共同来解决厘清到底有几个学生。结果园方跟家长达成共识以后，就是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那变成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才进而去所谓的教育局陈情。教育局陈情在6月29号第一次陈情被盖牌，第二次6月30再陈情还是被盖牌。到了7月6号，他们想要找那个。送陈情书到市长室也没有消息，直到7月8号要找徐立信开记者会，徐立信过程当中也找园方来，那园方就是在我们的媒体片段里面有一个男生这样道歉的原因是因为当天架设的那个录影机，然后架设的那个我们录影画面他道歉，道歉完了跟徐立信大家达成一个共识的。达成了共识以后，还是已读不回。那导致于徐立信后来开记者会，到那一天我质询他，我跟徐立信有沟通过内容。那我第一波问，然后徐立信隔天第二波问。那第一波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小朋友被当狗爬、拖、绑、踢。那讲完呢，还是无关紧要，因为当天其实很多议会的人准备问的都是油的问题，那导致于他。原则上没有回应这个问题，到后来我就跟他讲，你知道我有得到讯息，就是说你知道你被人家当成活广告，因为你们家的小孩在那边就读等等等的问题，他一直说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导致于没有这回事。隔天徐立信就针对有人说他老婆跟他们夫妻跟园方负责人他们是好朋友，有没有要当天做一个澄清说明？他也说他们完全不认识，但我当天跟他讲有没有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我的质询时间你公开的提告他，公开的提告那个人，那结果他也说没有这回事，结果他因为这件事情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回应。但我要讲的蒋万安今天的媒体有出来的这一份，你看一下。亲爱的创办人及执行长，非常感谢您把叉叉照顾得这么好，我和太太都很放心，将某某交给某某某，在非常的开心，也很健康的快乐的成长许多。谢谢你们的用心办学及耐心的付出，未来某某会常回去看看老师们，祝一切顺心。万安跟他老婆的签名。那我想请问一下，蒋万安，你说你不认识？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招生的广告？他们的学费不便宜耶，每学期注册8万块，每个月还要3万块嘞。那这种是这种是等于是高收入高收费的一个补习班。那蒋万安，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五哥，你看到照片有什么感想？我的感想，这有点类似韩剧里面的财阀拍的全家福。那这种东西贴在你的广告上面，贴在你的那个介绍办法里面，就很清楚的，你的 background 很重。蒋万安说他没有同意这个，你没有同意，但是你讲你没有同意了哈，你要不要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你看看这些内容，有什么人会在幼儿园毕业写了这个陈情信、感谢信，再加上全家福的照片？如果没有，这是伪造文书吗？感谢信
再加上全家福的照片，如果没有，这是伪造文书嘛？蒋万安这个是不是你们夫妻签的名？怎么会写谢谢你把照顾的这么好，我太太都很放心的交给你？其实谢谢你们用心的办学。如果我跟博雅高知名度，如果我是幼儿园那个负责人，我跟他不认识，他干嘛写这个帮我来做一个广告啊？我们合理怀疑就是你们本来就很熟到元芳跟你讲说，万安你可不可以写个感谢信给我？你要写给我也一定要有交情吧？写这封的时候，他是不是2023已经是市长？2023是市长没错啊，他2023已经是市长了啊。那市长你用这种东西，没有蒋万安，你容许人家这样盗用你的版权吗？盗用你假的资料吗？那如果没有，就代表你真的有写。就我了解啊，蒋万安的小朋友确实曾经，他是一个大集团啊，一个集团里面，他有托婴中心，有幼儿园，还有其他的美语学校、幼教机构哦。那蒋万安的小朋友曾经在这一家集团的另外一家托婴中心啊被照顾过，所以我觉得这是父母的人之常情啦。虽然他是市长，但是也是一般父母，就一个托婴中心把他小朋友照顾得很好，然后他写一个谢卡给这些幼保员、教保员，然后谢谢说他们照顾小朋友。我觉得很多爸妈都会这样做。那事后你说这个集团把它拿去做商业的行为，那当然是这家集团的不对。好，那我也不相信这家集团还会特别发个文问市府说，请问可以给我用在广告上面吗？所以我觉得万安确实有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名人效应就是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个你要说蒋万安就认识另外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因为他名字也不一样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认识，但是这一件事情哦，我去看了一下新闻跟时序哦，我觉得每一次教育局哦，这几年来台北市只要出现虐童案，教育局一定都会被批评慢半拍，不是这一次而已。上一次2024年的时候，这个许淑华议员也是监督一个民生社区的幼儿园，他也一直在骂教育局慢半拍。我还特别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许淑华讲的很有道理哦，我就跑去找教育局说，为什么你们处理的这么慢？就教育局就给我一个处理虐童案的 SOP 的流程啊，这里面有中央法规，也有地方的条例，也有这个办法哈。总共分3个还是4个啊？我们按照这个要先怎样？我们按照这个要怎样？每一个他都对，结论就变成大家觉得慢半拍，因为他每一个都要做到啊。包括说你接受报案以后，通报以后，然后你要先保护小朋友，你要先保全证据，然后接下来你要召开审查会，审查会还要聘外聘的学者来，专家来，然后你才能去做开罚啊。这当然也是某一个程度为了保护这个教保员啊，因为现在台湾的教保员也越来越少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可是对于家长来说，他就会觉得我已经通报这么久了，你怎么无所作为啊？这一次其实也是这样子，像刚刚建议议员讲的哈，6月多家长其实就已经有开始讲，有开始报，甚至6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警察局的报案，但是截至到7月中的时候，教育局才成立一个所谓的单一窗口。然后来服务，包括说转园啊，包括说家长要看这个监视器的画面等等的。那对家长来说，你2个礼拜了，对啊，好，你2个礼拜了，那这中间我小朋友到底要不要继续去？那如果不继续去的话，我小朋友放在哪里啊？那对于其他的家长来说，他也会人心惶惶，就是那有问题的老师、幼保员是不是还在里面？那我的小朋友还继续要去当啊？所以这个是台北市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家长跟教育局处理的这个期待永远是不一样。但是你说我也跟教育局谈过，他们私下也跟我讲说他们的为难，就是其实很多教保员或是现在所做的这幼儿园的啊，他们对于这个他们会常常跟教育局反映说他们压力过大，他们要退场，他们要什么啊？之前2024年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发生了新北的幼儿园的所谓的喂药水案啊？其实，在幼儿园里面老师帮忙喂药水这个事情是常见的，可是那一次以后啊，变成政治选举议题以后，幼保员、教保员就不愿意再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也是教育局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又要顾虑到教保员、幼保员，他又要顾虑到家长，又要顾虑到小朋友，所以就层他都会有一点。建议要补什么？没有，我应该是补充刚才淑慧所讲的，他谢谢园方，谢谢老师，这个无可厚非。但是这一份文不是园方老师创办人之执行长，我在幼儿园读书，我的小孩，我要谢谢园方，谢谢老师的辛苦，怎么会是谢谢创办人及执行长？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整个事情
当时候的质询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是因为蒋万安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跟感觉，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看到他来道歉。他曾经讲过，他希望台北市到处都是婴儿声、哭声，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幼童的哭泣声。那我也当时候也是用了这一张，告诉了蒋万安，你的谢国良在基隆这件事情造成那么大的风波，他也鞠躬道歉了。可是各位好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到目前我也要求蒋万安，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应该公开道歉，替这些家长来说一声抱歉，让他的小孩受苦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先止血，然后做一个态度的展现？甚至于说，你看到监视器确实有，应该马上立即让这一间幼儿园停招，甚至于解除，或者马上来转介这些学生。那我倒觉得现在看起来，他宁可用在所谓的政治操作的725，倒不愿意为了台北市民的小朋友的事情来做一个明确的决定。你刚刚讲这样意思，但这整件事情对啊，因为那个谢国良道歉的那个画面，那天新闻，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有看到。但是这件事情对蒋万安来讲，包括他在处理上或各方面，他会伤蒋万安吗？但是有一段，最起码四广阳对于万美玲来讲，看起来这件事情。虽然大家觉得是不是风头过了四广阳这件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郑丽文为什么，因为又拉起战万美玲最近这几天媒体上有报道，她有去见郑丽文，然后郑丽文为什么讲到万美玲的时候要说她在桃园是东方不败，她还说四广阳霸凌案已经冷却了，不是大家都巴不得，如果是当事人巴不得你们都不要提，我们是怎么讲怕丢看被丢钱。不是，然后你现在告诉大家说这个案子已经冷却了，你是不败女王，不是谁会喜欢你在这时候把我拿出来讲成这个样子？所以蒋万安叫一逃杀三四救了四广阳嘛。我要先讲一逃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因为已经不是第一起了，从凯凯案，从毛姓教保员的这个性侵案到这一起。每次这次连蒋万安连震怒都没有，我现在知道原因了。今天的周刊报道完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震怒了，因为他认识这家公司的执行长啊，直接讲啊，你都写信给人家感谢人家执行长啊，你认识这个集团的执行长嘛，所以因此你不敢震怒，对不对？至少你前2次你有震怒，你有教育局说你要处理，后来虽然处理到最后也是震怒完就没有了，但是这一次连震怒都没有这一次人家问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拿去用的，他也不敢说教育局现在有没有处理不当教育局跟基隆的市的教育局一模一样谢国良知道之后立刻道歉，同时接受了教育局局长的请辞。现在教育局局长因为这件事情下台了，基隆市教育局啊，台北市的教育局现在只对这个集团、这个幼儿园只做裁罚，跟所谓的相关的教保员停止而已。台北市的教育局现在只对这个集团、这个幼儿园只做裁罚，跟所谓的相关的教保员停止而已。为什么不停招？基隆市政府有停招基隆市停招，这样跟下架一样嘛，食品安全预防性下架从严。为什么你可以再上架嘛？如果我的行政调查、司法调查跟你这个集团的管理没有关系，那你当然可以重新招生。但是预防性的招生是重要的嘛，因为我们儿少法规定非常严格，我们现在都不能讲这家公司，所以不能讲这个集团让这些家长，如果因为你蒋万安的推荐，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你们把我的小孩子照顾好，送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个幼儿园里面怎么办？这些都是蒋万安应该要处理，而不是要逃地的。另外，郑立伟也讲得很奇怪说什么四广阳全家被打，我直接问四广阳啦。这件事情，蒋万安救了四广阳，你干脆找郑丽文去站台，去扫街，干脆这样付出，会不会负负得正？2个负面的消息加在一起变成正面的？
你郑丽文这时候去讲四广阳的事情，不就是把这件事情再烧起来吗？更何况今天媒体又报道了这个打篮球朱立伦的儿子的事情。朱立伦的儿子为什么会有人知道？那一定跟朱立伦非常亲近，跟同选区也有关系的人知道嘛？我就不讲是谁了嘛。那是给媒体这些讯息，否则媒体怎么会知道朱立伦的儿子跟这个四广阳的妈妈监督儿子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表示四广阳是不可能退选的，他已经准备的透过蒋万安这一波打食安的议题，大家不关注的时候，随时有可能郑丽文下去辅选，然后就复出了嘛。复出之后，我直接讲，不要说是谁打的，这个问题是国民党你们自己要去面对啦。万美玲家族，你们要自己去面对啦。国民党那一区会不会因为四广阳掉了几席，是国民党必须去承担的？万美玲明年的立委，我说真的啦，四广阳落选，你还比较好选一点。四广阳如果当选议员了，所有媒体每天监督的桃园市议会四广阳的质询，你万美玲怎么选下去？这个是万美玲跟国民党必须面对的问题，跟谁打你四广阳？万美玲没有关系。OK， 当然还是要讲一下四广阳对于那个就是有没有他跟朱立伦的儿子讲说我妈监督你爸，类似这样这些，四广阳是有发文讲他否认有这样的一件事，但是郑丽文是有接受专访，上公这一段我念给你听一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批评，民进党最近一直在打四广阳，想把一个市议员参选人的问题扩大到整个国民党，说穿了就是想要转移焦点。他认为万美玲在桃园基层可以说是东方不败，这件事已经冷却了。结果可能万美玲跟四广阳听到这一段又三条线，就现在不是在谈725吗？对啊，对，现在不是在谈幼儿园吗？好不容易头低在那边，先暂时躲避一下风头，结果又被拉出来了。当然。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其实郑丽文已经不需要去评论这件事了，因为他已经退了国民党那个提名了，他是放弃国民党的提名，对啊，放弃国民党的提名了嘛，那就是个人的决定。当然，国民党是要担负你为什么不撤销他的提名，你是容忍这个霸凌的行为等等嘛，你国民党要背这一个嘛，那。这时候去提这件事情，这就我也不晓得怎么说，应该200啊什么好没有，就人家不想人家不想提，结果你偏偏主席提，而且如果郑丽文其实跟万美玲不错啊，你不要忘记哦，万美玲现在是你们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如果关系不好的话，怎么可能会找他兼副秘书长嘛？哈，所以你基本上。你称赞万美玲，然后又讲到说他们家全家不是被编吗？又说这个万美玲东方不败，他儿子只是被有一点弱点啊，等等等等。其实他这种讲话啊，我觉得反而会害了他们呢。因为霸凌不是一点弱点的问题耶，是。全部人都是台湾社会是反霸凌，对霸凌是不太能容忍的哦。包括幼儿园的事情，是教保员霸凌了小孩哦。这个在法律上面都定得很清楚的一件事，霸凌嘛。所以大家都已经不再讨论，暂时不讨论你的事。大家这种浪头上面，这食安的浪头上面等等，大家在讨论这些事情。你看到蒋万安很忙啊，你看到那个食药署很忙啊，你看到那个卢秀燕很忙啊，你看到郑丽文现在要办活动很忙啊，不，郑丽文他很忙，但他也很闲，都是那个副主席在开会，然后大家都在忙的一团乱的时候，大家都在应付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又把四广阳拉出来呢？因为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就算《镜周刊》那个写那个跟朱立伦儿子的事等等等等，有没有？其实大家也都小谈一下就过去了，也没有什么人要大谈了。因为现在大家还是在看你食药署突然又说19B 什么测试没有的时候可以上来了，可以恢复上架。大家人民也在担心。台湾市场上有问题的油，
清干净了没有？如果没有清干净，如果有不良厂商又把新油旧油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人民还是有可能吃到有多油。像类似的问题，大家在担心这个问题，担心那个问题。郑丽文真是优秀，百年难遇啊！其实武哥，你应该讲说东方不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这个我画中呢，他是被令狐冲、任我行、项问天3个人合击，最后被任我行刺死要害死掉了。那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去提这个东方不败，我觉得好奇怪。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阿淼，你们现在赎会了，然后建议阿淼最近大概跑行程都已经跑到1个头2个大，然后到处分身乏术了，应该都是这个样。释广阳，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那个事情出来以后，他是完全不见人的哦，到现在也都还没有出现哦，都没有嘛，对不对？还没出现。对，然后昨天我还问阿川说，他问了他们民进党在桃园的那几个有大概6个议员，没有一个人见过他在地方跑。可是他的助理还有在发东西。但他助理，他自己没有出来，因为助理发，你不能去问助理这些东西啊。对啊，那他这样子，然后就真的要拖到11月28吗？当选，然后再加上郑丽文没事出来，对，搞不好也当选，有没有？3位羡慕吧？是这个以前有一本书啊，叫做《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哦。那现在我们从政啊，其实啊冷暖自知啦。像万美玲这样的家族，跟我们真的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你不要说什么跑不跑行程的问题啦，释广阳他连续这么多黑历史被爆出，不用全部哦，其中任何一件，在我们在场的我啦、建议啊、赎会身上有这件事情，我们保活宽宽的呀，可以放弃连任了啊，对不对？他这个黑历史这么多啊，为什么现在大家还在讨论说他是不是还会当选？很简单，因为他妈妈是万美玲。他这个黑历史这么多啊，为什么现在大家还在讨论说他是不是还会当选？很简单，因为他妈妈是万美玲，因为他爸爸是建设公司老板嘛，就这么简单嘛。选举人家说哦，这个要2张票，要钞票，要选票。释广阳他在出生的时候都已经准备好了。像我们在做这3个在台北市议会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嘛，我们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节目上讲出来也没人认识，说到底是谁？要么就是长期做幕僚啦，然后不然就是长期做社会运动啊。最后我们是靠着自己这个争取选民认同，也不会有这种状况说我们都在家看是念经打坐还是躺着，然后我妈妈和我妈妈请了一堆助理在外面帮我全部跑行程，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之前就讲。释广阳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国民党的老样子，它不是国民党里面第一个这样子恶行恶状的正二代。国民党里面奇形怪状的正二代非常多啦，那只是说时间过久了，有时候或者是说他不在台北，媒体的镁光灯没有，所以就比较看不到。那释广阳，你看他就是一个，第一，他本身完全不具备做议员的条件，你看他的学经历国中、高中分别都读了好几间，然后大学又读了好几间。然后呢，他过去在学校里面为人处事，又深受这个同学们之间有很不好的体验。你看，我看他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出来爆料他的那些对话记录，都非常明显，一看就知道是谁爆料了。他之前有被爆料说大学考试作弊。然后出来那个对话记录，一看就是他的枪手跟他的对话。释广阳知不知道枪手是谁？他当然知道啊。可是为什么那个同学现在不在乎了？不在乎了，因为积怨已深嘛，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做人你不要跟我说他在什么地方上深受肯定啦。实际上现在地方上会肯定释广阳了，他是肯定万美玲。就是过去跟万美玲可能多所合作。跟万美玲之间互相有互利共生的关系所以这样子。那讲白了，为什么现在大家还有人讨论说他选到底是不是还会当选？也是就因为他妈妈是他万美玲嘛，所以他从小到大他自己也很知道啊，他才会一直问同学说：“你知道我妈妈是谁吗？”因为这就是他人生的关键啊。所以你知道之前
这个蓝营的朋友很喜欢推荐大家看一个叫《铁拳教育》的电视剧啊。那现在四广阳的事情延烧之后就不太推了。不过所有的电视剧啊，它最终如果要走向个大结局，一定要有一个剧情的反转。就是说像万美玲、四广阳这样地方政治世家横着走啊，四广阳在学校鱼肉乡民，然后现在又要出来接班要选议员，他的剧情反转出现在哪里？就是刚才大家前面提到的郑丽文。郑丽文这个角色一登场不得了啦，马上说啊，万美玲很稳啦，东方不败啦。我们从政的最怕人家说什么，说我们很稳啦。开什么玩笑，不能这样乱讲，对不对？郑丽文讲的，然后再讲四广阳委屈啦，对不对？还有全家都被他用了鞭尸这2个字啊，不是绿营讲的，竟然是来自郑丽文啊。这个剧情的反转，我觉得非常好看。就是说，四广阳突然又被拉回镁光灯的焦点，然后现在大家都在问，你的党主席就出来跟你说话了，四广阳你还好吗？你的人到底在哪里啊？你到底要选还是不要选？那你不是说你会请走基层？他之前说放弃政党推荐书，他说请走基层，那走在哪里？在哪里走？你没人看得到啊！如果你做一个，你要选一个议员，你连你自己的黑历史都这样多了，常常没办法面对。那我跟你讲。如果四广阳当选，他反而成为万美玲最大的尾大不掉的问题。以后万美玲要竞选立委连任，甚至竞选桃园市长，人家都问说：啊，你的宝贝儿子四广阳现在当议员成绩怎么样？现在当议员会不会有霸凌公务员的事情？会不会有作威作福？有没有消罚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对万美玲来讲没完没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回归到如果真的是爱子心切，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了。你爱子心切的话，不要让他做他一点都不适合的事情。他真的不适合从政。你如果为了要延续家族的土地开发的这个香火，硬要叫他选议员的话，这个爱之一定是足以害之了。苏慧，媒体还有一段报道是说，在13号的时候，万美玲是不是有到上空有吗？到党中央，到党中央嘛，去拜会郑丽文嘛？对。有到上空有吗？到党中央，到党中央嘛，去拜会郑丽文嘛。对，然后说希望有空战的支援，不是空战支援就是，然后党主席就出来接受一个专访，然后就告诉大家他是东方不败，然后这件事冷却了。其实这件事很难有空战资源，因为这件事都是他的争议都是相当私人啊，而且相当。你们要怎么帮他讲？对，相当久远的哈。譬如说，我那天看到啊，就是其实我本来不太关心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可以延烧这么久啦哈。那我看了他被检验这些，坦白说，我也有扪心自问，自己5岁的时候有没有对幼儿园的同班同学怎么样哈？然后自己当年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跟同学怎么样哈？可是这没有办法哈。对当事人来说，他会觉得不公平，就是啊，这都小时候的事，但你就是要出来选嘛，你要出来选哈。你就是会祖宗8代都被拿出来检验哈，我谈个恋爱也都变成封面了，对不对哈？所以这种东西哈，这就没办法。就是如果这个万美玲委员，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民意代表，所以他一定要了解，就是这个选战过程的残酷就是这样。只是说他没有想到说他儿子面临的是如此残酷哈。那现在就是两条路摆在面前嘛哈，你如果要选下去，你就一定会继续面对，不管他是凌迟、鞭尸或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酷刑，他就是要面对啊。那如果他可以，他已经够坚强到足以面对的话，那他就是出来讲或道歉哈。但事实上，他可能自己也很难掌握，就是到底还有多少，因为真的蛮细的哈，包括从念书，包括幼儿园，包括小学，包括说。叫人家一句阿拜啊，人家都记得哈。可能就像刚刚说，他可能以前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好哈。好，所以他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以至于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应变。我觉得，因为你承认了一个，还有一个；承认一个，还有一个；道歉了一个，还有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条路走得太艰辛了哈，就像过刀山过火路的话，那你就要思考，你是不是要一直走下去？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这可能还会影响到万美玲委员。
对，影响到万美玲委员，然后影响到其他国民党同区的议员。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用无党籍选，那他还是卡了一个名额嘛啊。那请问一下，那万美玲委员他下面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要投给国民党的议员，还是要投给万美玲的儿子士广阳？哈，所以就会变成分票的问题。那国民党到底要不要再提一个来补？还是就不提了，变成半礼让。那万一他还是没有成功竞选了，所以就变成抛给国民党，也有桃园市党部也有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啦。现在确实我自己也听说，就是桃园的媒体没有一个人找得到士广阳，甚至他们媒体都找不到。对，甚至他们的主管会很生气的跟驻地媒体说，他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们怎么可能都找不到呢？哈，有这么多行程，他说明明议员都那么多行程的，他看说他就不跑行程，你怎么找？对，然后他们驻地议员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到他哈，确实他现在有这种状况，可是他们可能想要等到这个风平浪静，但你知道。你躲着时候可能风平浪静，等你出来跑的第一天，然后这个又可以再烧起来了。这个就是你不管你的对手不管是民进党甚至是国民党都可能是你的对手，因为多席次的话，其实对手是抢自己人的票嘛，对，是自己党的，所以。你就是要想好哈，我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或是拔下钢盔，我算了，我走自己其他的路，就只有这2条路了，没有说我带着钢盔，但是我躲起来的，没有这一条路啦。OK， 士广阳这件事情，对，今天郑人主席接受媒体访问以后，又掀一波，那未来这件事情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国民党接下来呢？国民党接下来，当然大家都知道，725一定是一个重中之重。那蓝绿之间的攻防，当然大家打的是食安，在乎的是百姓的对于食安的一些感受。但未来在政治上效应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面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